书接上回啊，话说黎德英将军率领2万名越军挺进到湄公河畔。当天晚上，他遥望金边城啊，下达命令，从1月7号开始对金边发起总攻。当时啊，守卫金边的红色高棉的军队有7个师，在宋城的领导下。所以国际社会一般都是猜测啊，这场战役啊，越军并不容易轻易得逞。因为毕竟是红色高棉的军队啊，人数还是占绝对优势。另外，金边是他们的首都啊，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就在1月6号的晚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宋城下面的7个师的军队，其中有5个就自动瓦解了。那些士兵呢，竞相把自己的军装脱下来，把武器扔掉，四处奔逃。第二天一早啊，这个红色高棉的这些高级干部一看，也慌了神儿。这波尔布特坐着直升飞机就飞到柬埔寨去了，剩下的那些高级干部也竞相抢夺交通工具啊，逃离金边。1月7号上午啊，越南的轰炸机飞到金边上空，原本是准备对军事目标进行轰炸的，结果没想到战争已经结束了。中午12点左右啊，越军进入到了金边城。金边城里当时所剩的人呢，已经非常少了。就是这些满脸菜色的柬埔寨人呢，都在欢迎越军的入城。按道理来讲，越南军队对于柬埔寨来说算是入侵者，但是这些柬埔寨人为什么欢迎越军呢？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痛恨波尔布特和的红色高棉了。红色高棉这几年的统治啊，丧尽天良，所以对他们来说，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红色高棉赶走，都值得欢迎。很多柬埔寨的人回忆啊，就这些平时霸道惯了的红色高棉的这些人员啊，当时对待老百姓的时候穷凶极恶，但是越军打进来的时候啊，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这个统治柬埔寨3年零8个月的政权，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就是当时越军有2名随军记者进入金边之后，他们在金边附近的有一个地方啊，他就闻到有很多臭味儿，哎，然后就看到一个铁丝网围的这个区域。进到这个区域里头啊，发现了这里的空空荡荡的。最后呢，守军这个越南军队在这里头救出了7名幸存者。这个地方就是后来啊，被人称之为著名的 S21集中营。这 S21集中营啊，就是红色高棉搞的那个灭绝营。他们就是在大清洗过程中间，杀人的过程中，就把这些柬埔寨比较重要的犯人，就先运到这个所谓的 S21集中营。这 S21集中营的头叫康克尤，也是个中国血统的人啊，他是这个头。据说啊，后面的调查表明啊，在整个 S21集中营持续期间，一共有17000人死于这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啊，一般给你送进来之后，平均在这里的存活时间也就2-3个月。那么他进去之后呢，他就会让你交代，是吧？说你首先是叛徒啊，美国中情局的特务啊，越南人的走狗啊。还有这个暗中反对红色高棉党中央的这些人呢，然后就开始用酷刑来折磨你，是吧？那酷刑确实是五花八门的，对吧？然后你要是不招，就天天用酷刑来折磨你，比如说给你吊在空中，哎，反吊起来，然后头朝下，下面就是一缸大粪水，是吧？然后所有的这些犯人进入到这个集中营之后啊，全都绑在一起，小的房间就直接吊在墙上。大的房间呢，就房间中间有一个铁链子，有个铁棍子，铁棍子上面有链子，所有的犯人都要拴在这个铁棍子上，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睡觉也得拴在这儿，而且也没有被褥，就睡在这冰冷的地面上，所以平均在这里能活的人活的时间就是2-3个月的时间。然后呢，你如果认罪了，好，认罪了之后你就开始交代你的同伙，啊，你交代吧。你就写书，交代完之后啊，就把你这些人运到旁边有一个专门的屠杀场。这个屠杀场之后呢，把这些人就全都杀死。杀人的方式呢，一种就是枪决，这算是比较人道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用农具，锄头啊、铲子啊、什么这个镢头啊，就直接打脑袋。后来这个屠杀场啊被这个发掘出来之后啊。他那个头骨啊，你去看的时候，很多人的头骨都是被这些农具敲碎的。那么在这个屠杀场的过程中间，也发现了几万具尸体，万人坑啊，非常非常惨。所以这个发现最后震惊了世界。
就是红色高棉啊，就是这种灭绝人性的这种统治的这个罪行啊，就慢慢的被国际社会所了解了。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红色高棉逃出这个金边之后啊，当时中国政府也着急啊，是吧？因为中国政府支持这个红色高棉呢，所以在1月7号，越军进入金边，2月17号，中国就跟越南在边境打起来了。大家都知道，中国被称之为这场战争叫自卫反击战，对不对？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新闻都是这样的，是吧？从广西啊、云南啊2个方向开始打越南，其实目的是为什么？目的是围救赵，啊，给那个波尔布特啊、红色高棉呢那边减轻压力。那么越军当时确实从这个柬埔寨那地方撤回了好几个师，准备守卫河内嘛，是吧？但其实呢，这个也没有起到战略作用，因为当时博尔布特红色高棉已经土崩瓦解了。但是后来中国又帮助这个红色高棉啊，就在柬泰边境的丛林里啊，就重建了武装。这重建了武装之后呢，就开始丛林里头打游击。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啊，看人民日报，看这个各个参考消息啊，经常你就看到那个消息上讲什么呢？说这个红色高棉要在马德旺省袭击了这个什么韩桑林伪政权的两辆什么军车啊，击毙了多少敌人，炸毁了2座桥梁，什么之类的，天天都是这个新闻。我们小的时候还特别一直都有印象。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去翻一翻当年的那个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你现在还能找得到。就是，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那个西哈努克又再次流亡，又跑到了中国。跑到了中国之后，中国又传到西哈努克跟这个红色高棉又搞了一个联合政府。在乔森班就在那个时候经常出现在中国人的这个电视上，还有这个报纸上。后来呢，就是这个国际社会啊，就一直在传导，是吧？传导说是这个柬埔寨的问题怎么解决啊？在92年的时候啊，美国啊这些国家斡旋之下啊，这柬埔寨的几方啊就在巴黎签署了一个和平协议，就承诺什么呢？承诺就是越南撤军。越南撤军之后啊，柬埔寨这几方力量，大家一起参加大选，咱也别打了啊，咱们通过选票来决定咱们这个国家的未来，是吧？结果呢，这个红色高棉呢也参加了之后呢，这个博尔布特要说这个变态组织了，他非常极端呢，是吧？他就认为啊，就是个大选不能参加，要抵制大选呢。就抵制大选之后的结果呢，就红色高棉在国际社会上也就被孤立起来了。孤立起来之后呢，然后这个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西哈努克亲王就宣布这个红色高棉是为非法组织。尽管如此嘛，他还是希望跟红色高棉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啊，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当时红色高棉天天在这个丛林里头，什么摸哨岗啊、炸桥梁啊，这个弄得也不是个事儿，是吧？就是希望跟他们谈，说如果你们要放下武器，我们就给你特赦。结果呢，这个波尔布特不干呐，就坚决要重新走这个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啊，还要跟这个柬埔寨的政府干呢。结果说实在的，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其实已经不搞输出革命了，不再支持柬埔寨了，是吧？中国当时的邓小平主导的这种务实的外交政策，对当年老毛的那一套输出革命理论也不感兴趣了。他一旦要是离开了中国的书写，说实在的，这种组织他也没什么前途。后来在97年的时候，这柬埔寨的2号人物，这个红色高棉的2号人物英萨利，因为这个财政的问题，就跟这个波尔布特闹掰了，于是自己就率着几个师的军队就投降了柬埔寨政府。那么柬埔寨呢，红色高棉也失去了他的一个战略地点，叫拜林。从此他就开始拉开了瓦解的序幕啊。后来在1998年的时候，这个红色高棉内部的宋城，就当时他是军事负责人嘛，也密谋想要投降政府，结果就被博尔布特知道了。博尔布特就把他的夫妇还有8个子女全部给杀掉了。杀掉之后啊，用这个汽车把他这个尸体啊都反复碾压。但这个行为啊，其实一下触怒了他底下这些人，因为确实没底线嘛。是吧？所以波尔布特就被他的底下的这些人给抓起来了，就乔森潘呐这些人呢，然后开始审判他。审判波尔布特之后呢，就判他为终身监禁。后来这1998年的4月15号，这波尔布特就在这个监禁过程中，因为心脏病啊而去世了。
去世之后，你看那网上的照片，那士兵收敛他的尸体之后，用火把他点着了，说这是一代大魔头啊！他这个魔头的程度啊，说实在比老毛呢当年还要魔呀！他真的是把共产主义那些最疯狂的所有的东西集中在一起的。这个波尔布特就在丛林中间走完了自己罪恶的一生。后来在1998年的12月25号，乔森潘呢，就向这个柬埔寨政府投降了。那么从此呢，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折腾了几十年的历史，终于落下了帷幕。尽管如此啊，在2003年的时候，就联合国主导下，就在柬埔寨就成立了一个人权法庭。因为这个陆续发现的红色高棉当年所发这些罪行啊，实在是令人发指啊。尽管乔森潘呐这些人呢都投降了啊，英萨利都投降了啊，其实对这些罪行本身的审理过程本身也有价值，因为你不审理的话，这些历史可能就会淹没进去，甚至就被很多人遗忘。所以联合国就组建了一个特别法庭。这个特别法庭呢，由国际上的法官，波兰的，这个日本的、法国的，加上柬埔寨的法官，共同组成了这个国际人权法庭。人权法庭呢，也分为初审和二审。初审呢，就是一般来说由3个柬埔寨的法官加上2个国际法官。终审法庭呢，由4个柬埔寨的法官加上3个国际法官。那么这个2007年的时候就通过了这个他们内部的规则，到2008年的时候就开始开庭审理。审理的第一个人就叫康克尤，这个康克尤啊，就是这个 S21集中营的头啊。那么 S21集中营的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讲了那些令人发指的那些罪行啊，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在他的这个决策下做的。这康克尤啊，也是个中国后裔啊。我刚才讲了，这个人权法庭一共审判了5个人，这5个人全都有中国血统。这康克尤也是个有中国血统的人啊。而且这个康克尤啊，是所有这5名被审的这些红色高棉的人物中间唯一一个认罪的。后来呢，这个法庭啊就宣布他有反人类罪啊，这个战争罪，还有什么几项罪名合并判处他35年。由于他当时呢已经被关了5年了，这个康克尤当时在这个红色高棉解体之后，还跑到中国住了一段时间。后来80年代末期返回到柬埔寨，然后呢，后来就是在这个2000年初被这个国际人权法庭给抓起来的。抓起来就是说审判之后的时候，他已经被关了5年，把这判了35年。后来呢，他的律师上诉，说要求释放他。后来上诉的结果被驳回之后，还给他加重了刑罚，由35年改为这个终身监禁。这个人前2年死在这个2020年吧，死在柬埔寨这个金边的一个医院里啊。第二个就是农谢，这农谢他其实是这个波尔布特的2号人物。这对农谢和乔森潘的审判，主要就是涉及到就是金边大撤离时期啊、大撤空时期啊造成的那些人道主义灾难。他们当时啊，这个农谢呢在法庭上就承认自己对整个这个事件中间有道义责任。这乔森潘呢，道义责任都不承认。乔森潘是这个知识分子，号称是红色高棉的3大知识分子之一啊，早年留法的，跟邓小平、周恩来他们一样，他参加了法国的共产党，然后回国闹革命，他也是中国后裔啊，是吧？然后呢，在法庭上还跟那些法官辩论，最后呢，乔森潘也被判处了终身监禁，而农谢呢，这个也是被判处了终身监禁啊。还有一个就是英萨利，在审判的过程中间审着这人就死了，所以呢，这个审讯就进行不下去了。还有一个叫英蒂迪的，是原先他们的内务部长，就整个这个人权法庭的审判的这个罪犯中间，就一共这5个人，全都有中国血统。最终呢，就是我说现在这其他的4个人都死了，只有乔森潘活着。就前几天他是上诉的过程中间被驳回，被判处为终身监禁。现在的柬埔寨人呢，很多人对这个红色高棉所制造的这个当时的红色恐怖啊，已经有些陌生了，所以他们当地啊，其实还保留了一些这个博物馆呐，还有一些这个展览馆呐什么之类的啊。我今天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啊，当时我们中国啊，这个陈永贵啊，就是文盲副总理陈永贵啊，在1977年访问这个红色高棉的时候啊，去参观红色高棉的集体农庄。当时参观完了之后，他说什么？
他说啊，你看人家这个红色高棉搞得多好啊，是吧？就是你看废除了货币，废除了商品，废除了这个交易啊，废除了家庭，是不是？马克思列宁包括毛主席都没有实现的共产主义，你看看人家柬埔寨实现的，是吧？我最后在李克强总理访问柬埔寨的时候，为什么想讲这段历史啊？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其实中国啊，事后啊，很多年之后啊，也不太愿意面对自己曾经鼎力支持红色高棉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由于中国的很多档案都没有解密啊，中国到底对红色高棉的支持程度究竟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国际社会也都是猜。从经济上来讲，大家猜测呢，就是90%的外部援助来自于中国。其实没有中国的援助，红色高棉可能一天都维系不下去。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这红色高棉是老毛的一种理想主义在境外的实验。因为在老毛的内心，其实红色高棉做了很多他在国内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最终呢，这个实验以惨败而告终。历史啊，有很多时候啊，都是一种轮回啊。今天的中国，从某种角度来讲，大家也都在担心会不会走回头路。那么我们也希望啊，就是柬埔寨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啊，当年的那种红色恐怖的时代，无论如何再也不能重演了，再也不应该回去了。